长征8号首飞成功为何推迟2天？背后原因揭秘。为何印度人认为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每周都向太空发射火箭的国家打仗，和中国开战是愚蠢的？敬请关注本期内容。今日，我国在“13+5”期间为新一代运载火箭设定的发射任务已经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在当天，我国长征8号运载火箭在海南文昌发射场首飞成功，该火箭飞行正常，此次试验取得了圆满成功。但是原本按照计划，长征8号是要在12月20号进行首飞的，最后却比原计划晚了2天，是因为什么原因导致长征8号首飞时间进行延迟的呢？长征8号继承了长征5号和7号运载火箭积攒的技术成果，所制造出来的一款新型运载火箭。据称，它的推进剂将采用无毒无污染的，而全长已经达到了50.3米，起飞质量大约356吨。而且最重要的一点是，它在700公里的太阳同步轨道运载能力将不小于4.5吨。因此，长征8号的出现，也就意味着我国太阳同步轨道3吨到4.5吨运载能力的空白已经被圆满填补上了。这对于我国加速推进运载火箭的升级换代将具有重要意义，因为长征8号将与5号、6号和7号共同构成我国大中小布局的新一代运载火箭型谱，因此它的发射当然是要慎重的。而火箭发射原本就是一项高风险且复杂的系统工程，而这种工程极易受到周围各种环境因素影响。而此次长征8号之所以延迟发射，就是因为环境因素。其实，在平常的火箭发射中，像雷电、温度、风等都会对火箭的发射造成影响。而在这其中，对火箭发射影响最为突出的，莫过于高空风了。此次长征8号延迟发射，就是因为这些风在捣乱。据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长征8号火箭控制系统主任设计师潘豪表示，高空风距离地面一般是4到20公里，相信许多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在骑自行车时，一阵大风吹来，会被吹得7倒8歪。而这种在高空的横向侧风，可比在地面上的影响强多了。如果火箭在高空中遭到大风，那么不仅会影响到火箭的飞行姿态，如果风速过大，还可能会导致舰体弯曲变形，甚至严重的还会导致火箭解体。因此，高空风可以说是火箭进入太空之前必须踏过的门槛。在平常的火箭发射任务中，提前进行观测可以说是必不可少的准备工作。但是如果一直只是被动避让，那么将会打乱许多计划。所以近年来，医院一直在对如何降低高空风对火箭的影响进行研究。在长征8号上，科研人员就采用了新研究出来的方法，例如自助抗干扰控制技术。据潘豪介绍称，通过这项技术，火箭在飞行的过程中，在感受有风吹过来的时候，它可以自主做出相应的动作，用以减弱风对火箭的干扰。当长征8号火箭首飞成功的消息转发海外，引起了印度网友热议，甚至有网友评论道：“祝贺中国又发射火箭成功，奇迹一个接着一个啊！没有哪个国家愿意与每周都向太空发射火箭的国家打仗，和中国开战是愚蠢的。”近日，中国军事网站公布154式轻型坦克严寒天气作战，这不看不要紧，这一看，印军手上的 T90主战坦克瞬间不香了。据印度《欧亚时报》12月22日报道，在中印边境僵持的7个月里，中国一个军事网站分享了154式坦克在严寒天气下的实际训练图像。这一发布，印媒也忍不住酸了，印军手中的俄制坦克 T72、T90主战坦克突然不香了。表示像154式这样能做到在高原地区进行隐藏演习，不容易被察觉的轻型坦克，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什么时候能有？想要购买的欲望可谓是相当明显。据报道称，虽然印度已经部署了俄罗斯的 T72和重型 T90坦克，但是中国在拉达克边境部署154式坦克，让局势瞬间变得极其尴尬。每年冬季，拉达克地区的积雪高达40英尺，在这种环境下，中印坦克的优劣势再明显不过，不论是坦克还是较小的装甲车，都无法威胁到中国154式坦克，这是确实。对峙地区是高原，154式坦克还真是稳赢。赤瓦高原能够在印军眼皮底下快速部署作战，其中中国154式轻型坦克具备极强的敏捷性，装甲轻薄，只有军制钢装甲和后期在外面加一层的爆反，携带着105毫米的大炮。如果是平原地区，154式轻型坦克需要依靠战术机动性优势，利用策略才有可能强于主战坦克。但在高原地区，154式的轻型结构造就了它极强的机动性，不会像重型坦克因为过重的装甲携带着120或125毫米的大炮等装备，长时间在高原地区行动会因为高原缺氧，支撑发动机的重型坦克陷入困境。相比之下，印军 T90能否在冬季的高原地区跑得动都是问题。中国154式轻型坦克却可以在
高原地区随意穿插，对印军的 T90进行轰炸式的攻击。因此，英美感慨150式坦克的优势，比起重型坦克，印军更想要一款像150式的轻型坦克，部署拉达克地区占据优势。但印度也明白，西方国家一直在努力部署轻型坦克，但都失败了。美国陆军在90年代也尝试为其部署轻型坦克，结果事实证明，轻型坦克的研发并不是那么容易。另外，印度想要凭借轻型坦克在拉达克战争取胜，可不是那么容易。现代化坦克战可不是像二战一样，只能依靠钢铁洪流、重型装甲来取得胜利，而是信息化优势。比如现代最大一次的坦克战——海湾战争，一半以上的坦克不是被对方坦克击毁的，而是毁于美军联盟的空袭，让各国明白未来坦克的发展趋势偏向轻坦化。毕竟再厚的装甲也敌不过空袭的导弹，更强调了军事现代化的重要性。毕竟一旦爆发冲突，首先选择肯定是以最优战术，用最小的伤亡取得胜利。中国极大可能先一波空袭，先带走了印度的军用通信设施、输电设施和发电设施，切断坦克的联系，让主战坦克散失战场态势信息，失去方向，变得毫无还手之力后，由火箭炮或者无人机空袭解决，最多利用150轻坦的机动冲击敌方的步兵线，解决剩下的陆军。因此，印军不要将希望包在轻型坦克身上，这是现代军事力量的差距。战争不是简简单单依靠某种装备带来的优势取胜。近日，美国福布斯网站对2021年值得关注的航空与国防故事进行预测，其中中国这两样武器备受期待。据美国福布斯网站12月22号发布的一篇题为《2021年值得关注的航空与国防故事》文章，分析2020年全球军事对于即将到来的2021年航空与国防故事进行预测。其中，中国无人机和微波武器无疑备受关注，而作者大卫·汉布宁也对中国这两样武器是否会在2021年全球军事发挥令人瞩目的成绩表示备受期待。有报道称，中国智能产品自开发应用以来就与人们的生活密切相关，但在军事领域，它是在2020年出现大转折点。这点确实，在关注今年军事新闻在阅览信息时，个人感觉最明显的便是人工智能军事发展的大趋势。其中，中国凭借着无人机蜂群作战系统和微波武器吸引国内外对中国人工智能的关注，一举成为2020最受关注的人工智能化国家。据悉，中国的军用无人机可谓是种类丰富。近期，最受关注的中国 AR500B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成功首飞。作为首款舰载型无人直升机，填补了中国在舰载型无人机上的空白，同时也丰富了中国的无人机种类，从军用领域到民用领域，从单一操作部署到无人机蜂群式攻击，从常规到舰载型。对此，作者表示，2020年航天国防肯定少不了中国这样的无人机科技大国的无人机身影。AR500B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与大型无人直升机不同，它主要用于执行海面广域监视与识别任务。设计团队成功克服了我国军舰留给舰载直升机停飞空间小、恶劣工作环境、电磁环境等因素，避免 AR500B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的起降过程风险，顺利执行海上巡视任务。AR500B 舰载型无人直升机先克服舰载无人机的研发部署因素，后续应该会再改进登上即将服役的2艘075型两栖攻击舰，同时为我国正在研发的新型无人直升机提供设计帮助。中国专家金灿荣透露的微波武器虽然官方未证实，但却在国内外引起对微波武器的议论。除了早期的几次疑似微波武器使用时间，还有一份2017年中国微波武器研发已经进展到对飞机空间控制、防空力量以及作战指挥控制通信试验的学术论文。时隔3年，中国的微波武器在引人们对微波武器的热议之际，中国微波武器经过多年的发展到了何种地步，也是让作者好奇。2020年，中国是否会再度使用无人机武器，也成了值得关注的事情。不得不说，在即将过去的2020年，中国的航天和国防发展，各类武器科技相继试验成功，军舰下水给军迷带来前所未有的惊喜，也让大家感受到中国国防科技开始呈现不可抵挡发展势头。2021年，中国国防发展给我们带来更多惊喜。